今天我们来聊聊台湾屋顶上那颗会转的银色的球。先给你一串数字，一颗20寸的球，台湾五金通路上的公开标价是1798元，找师傅爬上屋顶装一组，连工带料的行情是6000到8000元。它1小时能排出去多少空气？国际产品资料写的是2550立方公尺，澳洲的通风业者自己承认的是150立方公尺，台湾有同业估算只有80立方公尺。同一颗球，同一种叶片，同一个时代的设计，最高的数字和最低的数字差了30倍。它的样子1934年就在澳洲定型量产了，而它的原始图纸比这还要早20几年。90几年过去，形状一个字都没改。你今天在五金行买到的那颗和你阿公那个年代的那颗长得一模一样。台湾累积了71万件违章建筑，还有38000家盖在农地上的工厂，占地14000公顷，绝大多数顶着一片铁皮。就算每一栋只装一颗球，那也是几十万颗银球站在这座岛的屋顶上。而全台湾到底有多少铁皮屋，没有人知道。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到今天的正式回答还是没有明确数据，仍在统计中。然后是最要命的那一个数字，台湾学者用实验证明，在无风到低风速的条件下，这颗球的换气量比你什么都不装，直接在屋顶上挖一个洞还要低。你每天上班经过都看得到它，你家屋顶上可能就有一颗，可为什么偏偏在你最热最需要它的那个中午，它一动也不动？先把场景摆出来。7月的正午，台南一排铁皮工厂的屋脊上站着10几颗银色的球，那是全台湾最常见的屋顶零件之一，却几乎没有人想过它是什么东西。那天中午10几颗球，一颗都没有在转。而那个时候屋子里最热，剩下的铁皮屋顶表面温度可以冲到摄氏60到70度。有一份桃园的实测记录，那天气温才30度，铁皮屋顶表面就凉到50度，天花板37度，室内35度。这是什么概念？相当于你头顶上悬住一片刚从烤箱里拿出来的铁板，离你不到3公尺，而且它会这样烤你一整个下午。就是这种时候，你最需要屋顶那颗球帮你把热气抽出去，也就是这种时候，它最不会动。这件事很反直觉，却是这颗球从被发明出来到现在一直没有解决的物理问题。接下来我们把它整颗拆开，看它到底在转什么，靠什么转，1小时换几次气，为什么在最闷热的那天罢工，会不会漏水，会不会吵，台风来的时候是帮手还是弱点。最后回答那个大家最想知道的问题，它到底有没有用，以及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少人装。为了讲起来方便，我先帮它取3个绰号，整篇都会用到。第一个叫银蘑菇，因为它就是一朵长在铁皮上的金属蘑菇。台电的官方粉专介绍它的时候，也帮它取过蘑菇头这个外号。第二个叫罢工王，这个绰号的理由你看完中段就会完全明白。第三个叫那张嘴，指的不是球，是球脚下那个为了装它而在屋顶上永久开出来的洞。这条线我们后面还会用到，而且会用得很重。先从最基本的开始，银蘑菇的正式名字叫无动力通风器，也有人叫涡轮通风帽、排风球，工地师傅就叫它通风球。它的身体是不锈钢，常见的是304和4302种等级，430比较便宜，含铬不含镍，抗锈能力普通，海边或化工厂附近撑不了太久。304多了镍，抗锈好很多，价格也贵一截。差多少？台湾五金通路上查得到的公开标价，430不锈钢的20寸排风球，一颗1798元；304不锈钢的24寸，一颗4588元。同一颗球，换个材质，再大4寸，价格直接翻了2倍半。那是材料钱，找师傅上屋顶装另外算。装修媒合平台的报价统计显示，一组通风球连工带料的行情大约6000到8000元，球体越大越贵，一次装10组以上还能再谈。尺寸方面，台湾工地最常见的是14寸到24寸，喉口直径大约从360毫米到600毫米，也就是说，你屋顶上被挖掉的那个洞，直径差不多是一个西瓜到一个大脸盆之间。先记住这个尺寸，那张嘴的故事后面才有画面。接着讲它是谁发明的。这一段有个小反转，很多人都讲错。
这种会自己旋转的屋顶通风装置，1910年就有一份美国专利，专利号979390，名称是通风及其他用途之风帽，申请人叫 Samuel Ewart， 住在伦敦。专利图上那一圈弧形叶片跟你今天在屋顶上看到的形状几乎一样，110几年前的图纸跟你昨天经过工厂时抬头看到的那颗球可以叠在一起。真正把它变成量产商品的是澳洲人。1934年，一位年轻工程师 Neville Edmonds 在雪梨创业，目标是要在澳洲本地生产一种叫做 S-Rotor 的转子式通风器。他成功了，这条产品线一路做到1980年代末期。很多中文文章写到这里会说 Edmonds 帮他取了一个外号叫 Whirlybird， 直译就是旋转鸟。哪知道现实又反转了，查澳洲那家公司自己的历史页面， Whirlybird 这个名字并不是他们发明的，那是从美国来的产品名。 Edmonds 是在1981年公司易主之后才取得了 Whirlybird 第一批大量进口的代理权，也才把这个名字带进澳洲，并且让它变成屋顶通风器的代名词。所以正确的顺序是这样：伦敦人画了图，澳洲人把它做成生意，美国人取了那个好听的名字，最后三个东西在南半球合成一颗球，再一路扩散到东南亚、印度、台湾。凡是铁皮屋多、电费敏感、太阳很大的地方，屋顶上都会长出这朵银蘑菇。台湾完全命中这三个条件，一个都没漏。好，重点来了，这朵蘑菇靠什么转？很多人以为它就是被风吹着转，像个小风车，这只答对一半。银蘑菇其实有两具引擎，第一具引擎是风，球体外面那一圈弧形叶片是斜的，横向的风吹过来，打在斜面上，力被拆成2个方向，一个把球往下压，一个推着球转，这是唯一你肉眼看得见的部分，所以大家都以为只有这一具。第二具引擎是热浮力，工程上叫烟囱效应，这个原理我们先前专门聊过，不赘述，这里只讲它在屋顶上怎么发生。热空气比冷空气轻，会往上飘，你的铁皮屋被太阳晒了一整个早上，屋顶底下那层空气被烤到40几度，它想往上跑，可是铁皮屋顶是封死的，这股热只能贴在天花板底下，越积越多，越积越热。你在屋顶上开一个洞，这股热空气终于找到出口，就会自己往上冲。银蘑菇就架在这个洞上面，热气往上冲的时候会推动叶片，让球开始转，转起来之后还有一层加成，离心力会把喉口附近的空气往外甩，喉口变成低压区，下面的热空气被吸得更快。所以最正确的讲法是，这颗球是外面的风加上里面的热，两股力气一起推的。风机业者的技术介绍也是这样写，弧形叶片先被气流驱动，再靠室内外温差把球转起来，这是它厉害的地方。零耗电、零布线、零维护费用，装上去就开始工作，理论上可以撑到你把铁皮屋拆掉为止，听起来完美。然而事情没这么简单，两具引擎听起来很威风，好像双保险，可是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这两具引擎的强弱并不是各自独立的。风那一具强不强要看外面的天气，热那一具强不强要看屋里有多热，而屋里最热的那个时刻往往就是外面最没风的那个时刻。也就是说，这不是双保险，比较像是2个轮班的工人，而且他们的班表刚好错开在最糟的位置。太阳最猛的时候，风那个工人请假了，剩下热那个工人一个人扛，而热那个工人的力气我们等下会算给你看，小到有点好笑。这条线先埋在这里，后面会回来收。接着是最硬的一题，它1小时到底能排多少空气？这一题你会查到3组完全打架的数字。第一组是行销数字，国际的产品资料常常写一颗14寸的涡轮通风帽，适风速可以达到每分钟800到1500立方英尺，换成公制是每小时1360到2550立方公尺，听起来非常猛。第二组是澳洲业界自己讲的，澳洲的屋顶通风业者在技术文章里承认，理想风况下，一颗旋转鸟大概能排出每小时100到150立方公尺的空气。第三组是台湾的数字，来源要特别注明，这是一家卖竞争产品的散热器业者提出的。他们说，传统无动力散热的排风量每小时大约只有80立方公尺，因为是同业比较，
这个数字要打折扣看，但方向跟澳洲业者一致，第一组跟第二组差了9倍到17倍。同一颗球，同一种叶片，一边说2550，一边说150，那个落差就是行销跟现场的距离。那要用哪一个？我们用比较保守也比较可信的150立方公尺来算，这样至少不会冤枉他。假设你家是30平的顶楼加盖，楼地板约99平方公尺，室内净高3公尺，空气体积大约297立方公尺，一颗银蘑菇1小时排150立方公尺，除下去，答案是半次，1小时只换到半次气。换句话说，那颗球要整整转2个小时才能把室内的空气换过一轮，而且这还是在有风的前提下。2个小时换一轮，这是什么概念？你中午12点打开门，让热空气开始排，等到它换完一轮，太阳都要下山了。这个数字要怎么看才有感觉？我们拿法规当一把尺，量一下。台湾的建筑技术规则建筑设备编第102条列了一张表，规定各种用途的空间在装机械通风设备时，楼地板面积每平方公尺每小时至少要供应多少立方公尺的空气。卧室、起居室这类容纳人数不多的居室是8，办公室、会客室是10，印刷工厂、打包工厂这种灰尘较少的工作室是15，公共浴室、厕所是30。这里必须先讲清楚，不然就是造假。这张表管的是机械通风设备，也就是有马达要插电的那种。法规从来没有拿这个标准去要求无动力的通风球。银蘑菇不受这张表约束，装几颗都不违法。我们借它当一把尺，纯粹是因为它是台湾现成、公开、有官方背书的量级参考，看看每小时150立方公尺到底算大还是算小。同样是30平99平方公尺，按住宅居室那一栏的8来算，每小时要792立方公尺，除以一颗150，答案超过5。也就是说，光是要让一间30平的顶楼加盖达到机械通风表给居室开的最低量，屋顶上就得有5到6颗银蘑菇同时在转。如果是有机具、有粉尘的铁皮工厂，要对到15那一栏得装10颗。而现实中，一般人家的顶楼加盖装几颗？1颗、2颗，顶多3颗。所以答案已经浮出来一半了，不是它没用，是它的量级从一开始就跟你的期待不在同一个档次。你以为你买的是一台抽风机，你买到的其实是一个会转的通气孔。但接下来这一项才是真正致命的。台湾学者赖启明2003年把研究成果发表在一本叫做 Energy and Buildings 的国际期刊上，第35卷第9期，第927到932页。论文题目就叫涡轮通风器用于建筑与工厂通风的换气效率实验，用实验加上现地量测，专门测台湾气候条件下的通风球。这里要更正一件事，很多转述的文章会说他当时是成功大学的教授，这是把后来的职称套到前面去了。2003年那篇论文发表的时候，他任职于台南的立德管理学院，他是后来才转到成功大学土木工程学系，现在是那里的教授。事实要准确，论文的分量才立得住。论文有2个结论，第一个结论是好消息，在有风的条件下，通风球确实能提高换气量，也能强化自然的烟囱效应，球体越大，换气量越大。消费者买大颗一点比较好的直觉，被实验证实是对的。第2个结论是坏消息，而且坏得很彻底。在零风到低风速的条件下，通风球本身会挡住连接管道里的气流，这时候的换气量比完全不装任何东西直接开一个洞还要低。这句话值得再说一次，无风的时候，那颗球不只是没有帮上忙，它是站在出风口上挡路，叶片、轴承、铁壳全部变成阻力。你花了6000到8000块，在最需要排热的那一刻，换到一个比空洞还糟的结果。这就是为什么我叫它罢工王。这也解释了台南7月正午的那一排球10几颗一动也不动，不是坏了，是没风。那为什么最热的时候偏偏没风呢？因为台湾的极端高温多半发生在太平洋副热带高压笼罩的时候，高压笼罩下沉，天空万里无云，太阳直接晒下来，地面风速掉到很低，那种你走出门会觉得连一丝风都没有的闷热天，
气象上是有原因的，它不是巧合，是同一套天气系统造成的二个结果。太阳最毒和风最小本来就是同一件事的两面，而国际上的量测普遍指出，这类涡轮通风器要在风速超过每秒2公尺的时候才会真正转起来，低于这个门槛，它就是一颗卡在屋顶上的装饰品。每秒2公尺是什么概念？大概是你骑脚踏车慢慢滑行时脸上感觉到的那一点点风。你站着不动的时候，这种风连衣角都不太吹得动。台湾夏天正午的市区巷弄，尤其是被前后栋房子夹住的铁皮屋顶，常常连这点风都凑不出来。那热浮力呢？不是还有第二具引擎吗？有，但它很小。热浮力产生的压力差，靠的是室内外温差和高度差。在一个只有3公尺高的顶楼加盖里，那个压差小到只有几帕。几帕是什么概念？一张 A4 影印纸平放在桌上，它自己的重量压在桌面上造成的压力，大概就是这个等级。而你要它推动的是一颗好几公斤重的不锈钢球，加上一组可能已经开始生锈的轴承，它推不动。你有没有看过球有点想转又转不太动，晃一下又停住的那个状态？那就是热浮力在跟摩擦力拔河，而且输了。还有一项是最多人踩到的坑，进气口。排风永远是一组的，你在屋顶开一个洞往外排，就必须在低处给它一个洞往里进。没有进气，屋子里会变成负压，空气被吸住排不出去。换成是你会怎么判断？你把一个吸管插进封死的铝箔包里，用力吸，包装会凹进去，但液体出不太来。你只要在另一边戳一个洞让空气进去，就顺了。屋顶那颗球跟吸管是同一个道理，这不是理论。网络讨论区上有一个很典型的案例，一家铁皮屋公司的办公室装了2颗排风球，结果因为四周不透风，热气全部卡在左右两侧出不来，员工长期中暑，后来在两边各加装一台排风扇，状况才改善。很多人抱怨我装了通风球，一点感觉都没有。问题不在球，在于它只开了出口，没开入口。这一次罢工王是被冤枉的，而且被冤枉了很多年。而且这个坑有一个很阴险的地方，它不会让你觉得完全没效，它只是让效果大打折扣。所以你不会去怀疑安装方式，你只会怀疑那颗球是不是买到烂货，然后下次再多装一颗，再多装一颗，出口变2个，入口还是0，结果当然还是一样。你选谁？想都不用想，多数人会选再买一颗球，因为那是最直觉、最不用动脑，也最花得下手的做法。真正该做的是在墙的低处开百叶，或是把铁皮屋檐下那圈本来就存在的缝留着别封死。那件事不用花什么钱，但没有人会来跟你收费，所以也没有人会来跟你讲。接着讲漏水，这是通风球在台湾最恶名昭彰的一项。原理是这样，叶片之间本来就有缝，它防水靠的是转，雨水滴在旋转的叶片上会被离心力甩出去，所以正常转动的通风球确实不太会漏。但你发现问题了吗？它靠转来防水，而它会不会转取决于有没有风。风太小，转速太低的时候，离心力不足以把水滴甩开，雨水就可能顺着缝隙流进屋里。而台湾的夏天午后雷阵雨，很多时候就是那种闷到极点，一丝风都没有，然后天空突然垮下来的下法。也就是说，罢工王不只在你最热的时候罢工，他还可能在最不该漏水的那种雨势里漏水。这2个弱点刚好共用同一个开关。第2个漏水点更常见，是底座。通风球要装上去，就得在铁皮屋顶上开一个直径几十公分的洞，把底座盖上去，锁住，用硅粒康填缝。这一圈硅粒康就是屋顶防水的最后一道防线。台湾年平均雨量约2500毫米，紫外线又强，硅粒康几年后老化龟裂，水就从那一圈开始渗，而这就带出一个很多人没想过的成本。你为了排热，在屋顶上永久开了一张嘴，那张嘴1年365天都在那里，晴天在，雨天在，台风天也在。你只用它排热几个月，它却要陪你过完整栋房子的一生。噪音的部分比较单纯，一颗安装正确、轴承健康的通风球转起来几乎是无声的，它没有马达，也没有叶片切风的高频音。半夜听到屋顶上有嘎嘎的声音，通常只有2个原因：轴承生锈，或是某片叶片的铆接松脱在摩擦，上油锁紧螺丝多半就能解决。也就是说，噪音
不是设计缺陷，是保养债。而一个要爬梯子才碰得到的东西，保养债通常都是一路欠到它坏掉为止。这里有一个很多人没发现的黑色幽默，罢工王最后的下场通常不是被拆掉，是被遗忘。它安静地卡死在屋顶上，叶片还在，形状还在，只是再也不转了。从地面往上看，一颗卡死的球和一颗正常的球长得一模一样。你以为屋顶上有一台机器在帮你，实际上它可能已经停工好几年，而电费账单不会提醒你，因为它本来就不用电。零耗电是它最大的优点，也是它最好的伪装。一台不用电的机器坏掉的时候，没有任何账单会替你抓包。再来是台风，这一项这2年变得特别现实。2025年7月的丹纳斯台风是台湾自1958年有记录以来第一个从嘉义登陆的台风。它在7月6日的深夜从嘉义布袋上岸，云林扫出17级的强阵风。台南市政府民政局的统计是这样的，屋顶整片被掀开的有1793户，半掀的有5885户，光这2项加起来就是7678户。另外还有2715户损坏程度没有到半掀。受灾最重的包括盐水、白河、西港、七股、学甲、将军这几个区。全台被这场台风吹掀屋顶的民宅合计大约16000间，光台南市就有19万家户停电。依内政部统计，到7月24日为止，台南市已受理9673件，嘉义县606件屋损未住金申请。台南市政府公布的补助标准也很说明问题，屋顶及外墙损坏面积20到100平方公尺，合法建筑物补助1万元，非合法5000元，超过100平方公尺合法2万，非合法1万。为什么要特别把合法跟非合法分开列？因为受灾的铁皮屋顶里有相当比例本来就是违建，这件事政府很清楚，补助办法直接写在条文里。再往前看，2024年的山图儿台风是47年来第一个直接登陆高雄的台风。高雄港2港口测到每秒超过63公尺的瞬间阵风，换算超过17级，是高雄有观测记录以来最强的一笔。多处铁皮屋和招牌严重毁损。2025年8月的杨柳台风从台南七股出海，把七股一所已经废校的国小大片铁皮屋顶整个扫落。而同一个里面有民宅在丹纳斯时就被吹翻过铁皮，结构已经坏了，这次又被洋流把墙面几乎掀垮，先被一个台风打坏，还没修好就被下一个台风收走。这是很多台湾铁皮屋顶的真实命运。公共电视在报道里引述，台湾平均每年有3到4个台风侵袭。台湾防灾产业协会常务理事姚大军指出，最近这10年的极端风速确实越来越高，最高风速的发生次数是近30年来最高，尽管平均风速反而下降。他点名最容易出事的是部分封闭的建筑物，强风灌进去之后会在室内外形成压力差，那个压差有时候大到直接把整片屋顶掀掉。还有一个制度层面的空白，超过50公尺的大型建筑才需要结构外审，50公尺以下的不用，4层楼以下的只要建筑师签证，连结构技师的分析和计算都可以省。台湾绝大多数的铁皮加盖和厂房都落在这个不会被外部检查的区间里。那颗球在这里扮演什么角色？它本身很轻，不太会变成飞行物，这一点要说公道话。但那张嘴不一样，强风扫过屋脊附近产生的是负压，而那张嘴就是风压进出的通道。我不是说装了通风球屋顶就会被掀，这样讲太夸张也不诚实。我要说的是另一件事，一片本来连续的金属板每多开一个洞就多一个可能的起始点。屋顶被掀开这件事很少是整片一起走的，通常是某一个点先松，然后风从那里撬进去。你为了每小时150立方公尺换来一个永久的破口，这笔账划不划算，要看你住在哪里，也要看那几年台风怎么走。讲到这里，把范围拉远一点，看看这件事的规模。台湾到底有多少铁皮屋？答案很尴尬，没有人知道。公共电视2025年的报道直接写了，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对全台铁皮屋的总量没有明确数据，表示仍在统计中，只能从旁边的数字推。第一个数字，依内政部营建署的统计，截至2023年7月，全台违章建筑累计总量是71万件，
是有统计数据以来的同期新高，跟2014年同期的60万件相比，10年增加了11万件。而违建里面，顶楼加盖的铁皮屋是最大宗之一。那篇报道还提到，光是半年内就新增4703件。第二个数字，依经济部的资料，全台未登记的农地工厂大约38000家，占地约14000公顷，绝大多数是铁皮厂房。71万件违建，38000家农地工厂，就算每一栋只装一颗银蘑菇，那也是几十万颗银色的球站在这座岛的屋顶上，一个没有人统计却真实存在的巨大基础设施，一个没有电线、没有开关、没有保固，也没有人巡检的基础设施，这是什么概念？相当于全台湾的屋顶上布满了几十万台机器，没有任何一台挂住编号，没有任何一台被列管，也没有任何一个单位知道其中有几成还在动。换成任何一种要插电的设备，这种规模早就有法规、有检验、有汰换年限了。可就因为它不用电，也不归谁管，它就这样安安静静的存在了几十年，变成台湾天际线的一部分。你每天看得到它，却查不到它，这件事本身就蛮有意思的。那它到底有没有用？在给答案之前，必须诚实的把最强的反方摊开来讲，因为只讲到这里，你会得到一个很爽但不完整的结论，那就是通风球是智商税，换电动的就对了。这个结论是错的，而且错的有点严重。第一个反方来自美国，美国佛罗里达太阳能中心常年在做屋顶空间通风的实测，他们有一组数据对电动派非常有利。在中佛罗里达一栋民宅上加装太阳能驱动的阁楼排风扇，夏季尖峰的阁楼空气温度降低了华氏22度，换算大约是摄氏12度。空调用电下降 6%， 一天省下将近3度电，一年大约省下460度电。听起来很棒，哪知道现实又反转了。同一份文献回顾里还有另一组数据，德州2栋并排的仪器化住宅实测显示，强制通风比起单靠檐下通风，天花板得热减少了大约328瓦，屋顶空间里那组风管的得热又少了94瓦。听起来不错，可是按照一般冷气的能效水准折算下来，这些热量换成实际省下的空调用电大约只有170瓦，而那台通风风扇自己实测耗电284瓦。你花284瓦的电去省170瓦的电，净值是负的，你多花的电比省下来的还多出60%以上。同一份研究还算出强制通风对最大冷气负载的降幅只有 6%。 结论写得很直白，除非你的屋顶空间完全没有隔热，否则强制通风通常不会带来净节能。在一般的建筑构造下，控制屋顶得热有其他更划算的做法。第二个反方更麻烦，电动排风扇会把屋顶空间抽成负压，而天花板从来不是密不透风的，灯具孔、线路孔、轻钢架、缝隙到处都是洞。负压一形成，它抽的就不只是热空气，还包括你辛苦吹出来的冷气。同一份文献回顾引用的现场调查指出，电动的屋顶通风确实会透过天花板的缝隙，把室内已经调节过的空气抽走，也可能在摆有燃烧器具的空间里造成负压。你以为你在排热，其实你在把冷气往外扔，然后让外面的热空气从别的缝钻进来。第三个反方是一份老研究补的一刀。 Birch 与 Treadle 在1979年就发现，屋脊通风或涡轮通风在压低整个屋顶空间的温度这件事上，几乎跟强制通风一样好。天花板热通量的平均降幅大约是 19%。 不过作者自己也补了一句非常关键的话，即使在最大负载下，这个降幅换算成整栋建筑的冷气负荷也不超过 3%。 这一刀是砍向两边的，他告诉你不用电的球没有输多少，同时也告诉你两边其实都没有多厉害。第四个反方是最新的，2025年有一份国际研究，系统性的比较了各种风力驱动涡轮通风器的实际表现和适用场景，里面有几个结论值得台湾的屋顶主人知道。其一，在正压条件下，涡轮通风器的换气表现通常比不上固定式的排气罩，也就是说，那个会转的东西不见得赢过不会转的。其二，有一组数据指出，直叶片的通风器比弧叶片的高出 10% 到 38% 的换气量，因为流动阻力比较低，而台湾屋顶上绝大多数是弧叶片，
哪知道现实再次反转，这一项到今天还没有定论。另外有实验测出相反的结果，同样是口径300毫米的球，弧叶片的风量反而比直叶片大了大约 25%， 两边都有实验数据，差别出在叶片角度、材质和整体造型，所以叶片形状不是一句话能讲死的事。我把两边都放在这里，你自己拿捏。其三，叶片数量有差，有测试显示，在风速每秒2公尺以上，8叶片的机型可以大幅赢过2叶片的机型。换句话说，就算你决定要装银蘑菇，你也不是随便挑一颗都一样。把这4个反方摆在一起，结论就很清楚了。那颗不用电的铁球，在有风的条件下，效果并没有输电动的多少。它真正的问题从来不是无效，而是它被高估，而且表现完全交给老天爷决定。他不是骗子，他只是一个很诚实但能力有限，而且看天吃饭的工人。现在可以回答那个核心问题了，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少人装？第一个原因是每1块钱买到的风量，它输太多了。拿台湾厂商的太阳能屋顶抽风机来比，市面上一款26寸机型的公开规格是一片60瓦的太阳能板，配一颗30瓦的直流马达，机身92×8 15×72公分，重33公斤。厂商标示的风量是每小时约3100立方公尺，建议售价16000多元。3100除以150，答案超过20。一台太阳能排风机抵得上20颗银蘑菇。再算单价，通风球连工带料6000到8000元，买到150立方公尺的风量，等于每立方公尺约45元。太阳能扇16000多元，买到3100立方公尺，等于每立方公尺约5元。就算把安装费算进去，这个差距还是好几倍。而且那台太阳能扇还有一个银蘑菇永远给不了的特性，太阳越大，它转得越快。这一句才是真正的死穴。你想想这个对比，银蘑菇的动力来源是风，而台湾最热的那几天没有风。太阳能扇的动力来源是阳光，而台湾最热的那几天阳光最强。同样是不用插电，一个在最需要的时候罢工，一个在最需要的时候满载。这是一场不对等的比赛，输的地方不在效率，在相位。我知道有人会反驳，太阳能扇要16000多，通风球才6000到8000，价差摆在那里。这个反驳是对的，但只对了1年。你把时间拉长，太阳能扇有马达，有电路板，有太阳能板，这些东西都会坏，10年内大概要修一次或换一次。而通风球的轴承也会坏，只是它坏掉的时候没有人会发现，你会继续以为它在帮你。一台会坏给你看的机器，跟一台坏了装作没事的机器，哪一台比较贵？这一题没有标准答案，但至少不像账面上那么一面倒。第二个原因是屋顶上那张嘴变贵了。过去大家觉得屋顶开个洞没什么，反正龟力康打一打，但这几年台风的教训一次比一次重。丹纳斯一次就掀掉台南将近1800户的屋顶，加上半掀的超过7600户。当屋顶完整性变成会直接影响身家的事，为了每小时150立方公尺在屋顶上开一张永久的嘴，这笔账就不划算了。而且你不只开一张，想达到那个换气量，你要开5张、6张、10张。第三个原因是观念换了。过去20年，台湾铁皮屋的降温思路是怎么把进来的热赶出去，现在的思路是怎么不要让热进来。这2件事的量级差很多。有实测资料显示，高反射率的隔热涂料能让屋顶表面温度下降摄氏10度以上，室内温度降约2度。也有业者把屋顶光电板当成一种隔热工法在推，板子把阳光挡掉，铁皮不再被直晒，还能顺便发电。实际效益要看设计，这一点不能夸大，但方向是清楚的。与其在60度的铁皮底下拼命抽风，不如先让铁皮不要到60度。美国那份文献回顾的结论其实讲的是同一件事，屋顶空间的隔热做得好，通风的边际效益就变得很小。而屋顶一旦铺了光电板或做了隔热层，通风球的位置就被占掉了，它不是被淘汰，是被挤出去的。第4个原因是新的施工习惯，新盖的厂房，新做的顶楼加盖，工班报价时越来越长，直接跳过通风球，改建议太阳能扇或负压风机。
这一点没有官方统计，只是从产品线和报价单的变化看出来的趋势，不能讲死，但你只要对照一下就知道市场的资源投在哪一边。五金型的通风球规格几十年没变，型录印出来还是那几张，而太阳能排风扇这几年一年一个新型号，还开始加上市电备源、挡水内圈、排水渠这些设计，一边在演化，一边在复制。那么银蘑菇是不是就该全部拆掉？也不是，这里有几种情况，它到今天还是最好的答案。第一种是厕所和管道间的尾端，那种空间的排气需求很小，只要让气味和湿气有个出口就好，一颗1798元的球绰绰有余，而且不用拉电线，不用担心谁忘了关。台电的粉砖介绍蘑菇头的时候特别提到的就是这个场景。第二种是常年有风的地方，海边的厂房、山坡上的仓库、田中央的鸡舍、鸭舍，那种你站在外面帽子会被吹走的环境，银蘑菇一年到头都在转，效率远比市区高。研究说，风速要每秒2公尺以上，它才有优势。那些地方从来不缺这点风。反过来说，市区里被前后栋夹住的顶楼加盖，才是它最不该去的地方，而那偏偏是它装的最多的地方。第三种是完全没有电源，也不想拉电的老旧建物，零耗电、零布线、零电费，这3个零到今天还是很有说服力。有些老仓库、老鸡舍、山上的公寮根本没有插座可以用，这时候不用电就是唯一的选项。第四种是拿它当辅助，不要当主力。研究早就指出，通风球在低风速时的可靠度应该靠其他动力来源补上，市面上因此出现了风电两用型的排风球，有风靠风，没风切电。赖启明在2006年又在同一本期刊第38卷第3期发表过一款风力加太阳能混合驱动的屋顶通风球原型，把2具引擎接在同一颗球上。这个方向从20年前就有人在走了。台湾的研究者其实很早就看见了这颗球的病灶在哪里，所以最后的判断是什么？屋顶那朵银蘑菇是一台1934年就定型的机器，再解一道那个年代能解的题。它不用电，风一吹就会转，这2件事到今天都还是真的，没有人骗你。它也真的在排气，每小时100到150立方公尺，30平的空间，大概2小时换一轮。这个数字不是0，但它离解决铁皮屋很热这件事还差着5倍到20倍。它最大的问题也不是效率低，效率低可以靠多装几颗解决。它最大的问题是相位错了，它的动力来自风，而台湾最需要排热的那几天，恰恰是最没有风的那几天。台湾的实验甚至证明，在那样的无风天，它站在出风口上反而是个障碍物，一个在你最需要它的时候刚好最帮不上忙的装置。这不是它坏掉了，这是它从设计图被画出来的那一天就写在里面的。所以回到7月那个中午，回到台南那一排一动也不动的银色的球，它们没有坏，它们只是很诚实地告诉你一件事，那天没有风，而你屋子里那30几度的热，从头到尾就不是它们扛得起来的。